上一个师傅这么接线是不安全的，结果把房主给电了。把它电了一下，这才发现这个问题。我把你电了以后，电了以后，这是找这个洗衣机厂家。房主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被电的，测量洗衣机外壳带100多伏的电压。开始以为是洗衣机有问题，结果不是。你看它的洗衣机插头插上插座，它的指示灯就亮了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不正常的。房主说，请了个师傅过来修完电路以后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那是电路接的不好吗？拔掉洗衣机插头之后，测量它的地线是带100多伏的电，也就是说洗衣机外壳的电是地线的电。那就去看一下配电箱的地线。我们平时维修遇到地线带电的现象很多，看一下这个就是控制的客厅和洗衣机的插座，这个新的空气开关。房主说原来是漏电保护器，老是跳，合不上，请了个师傅给换个空开，不跳了。测量地线排不带电，测量火线电压正常，零线电压正常，地线不带电。刚才在洗衣机那头测的地线带电，在这头地线排就不带电。拉掉这个空开看一下，所以再来到洗衣机这一头，插上洗衣机，再测量它的外壳，测量洗衣机外壳带电的现象没了。这样看还是它电路有问题，那就在空开这个位置测一下漏电，测零火对地，火线是漏电的，测零线呢也是漏电的。这样看跳漏保是因为有漏电的现象，它在跳漏保。这里还有个地线的线头包起来了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漏电线路的地线。是不是因为一测它带电就把它拆了呢？这种可能性有，现在是不带电的。那就测一下零火线对地线漏不漏电，直接测量红线对地线，它是漏电的。再看一下零线对地线，也是漏电的。这样看是火线对地线漏电，导致洗衣机外壳带电，而上一个师傅拆掉了地线，把漏保换成空开，这样没解决问题。漏电的现象依然还在。检修哪个位置造成的漏电，打开其中的一个插座，把火线的接头从中间断开，在插座的位置测量是前面的电路问题还是后面的电路问题。这样一测是这一路线有问题，就是这么分段式测量，确定线路出现在哪一段。最后发现漏电的这个线路是阳台插座这一路线到它下面那一个插座，也就是在墙的对面，在卧室这一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有问题，那就换线呗。换了一个护套线，那头拉，这边送，拽出来的线上面有水，地下的管里有水，这个水是哪来的呢？看一下破皮的地方有吗？还有破皮的地方，火线破皮了，这样就会对地或者破皮的地线都放电，所以那个漏电保护器它会跳。这样恢复完所有电路，直接合闸送电，把洗衣机的插头插上插座，这个灯就不亮了吧？摁开开关，灯才亮。这样用电笔测量外壳不带电，0伏，这说明这个接地很好。地线是接电器外壳的，如果线路发生漏电或者是感应电，它都会通过地线对大地放掉，而没有地线，人摸的时候它会通过人的人体对大地放电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
这个洗碗机怎么了？昨天电人。电人把工人都电跑了。洗碗机里面有加热管、有电机、有水泵，我怀疑是加热管漏电。测一下漏电，一字表笔擦设备的外壳，试一下，没问题，是通的。哪个是加热管，哪个是水泵，哪个是电机啊？不漏电，不漏电呢？不漏。怎么着进电？这漏的。这是漏电的，需要拆掉。漏电很明显，3根线是漏电的，就愿意干这种活，好查，表好用，好测。水啊！哎呀，这是个什么线？加热管，加热管。加热管漏电呢，在水箱里能看到这个加热管。测一下加热管与外壳，很显然从表征上来看是漏电的，它这个加热管有问题，这个得换加热管。先放水。它这个得用管钳来拆加热管。它没有备用的加热管，就是这一个，给它装上就可以了。可以测一下新的加热管，很好，没问题。最后把裸露的部分用防水胶带缠一缠，也是防止它往里进水，这样就好了。现在再测这3根线对设备外壳，可以看一下漏不漏电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它这加热管这3根线不应该直接接到总闸上的，应该接交流接触器的。把表先放起来，达到交流1000档，把水加满，这种加热管缺水就会烧坏。看一下这个9000瓦的3相加热管，加热时的单向电流15安多一点。有的师傅会说，不是1000瓦2安的电流吗？加热管和3相电机不一样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检修。它这个本来加热管是有温度控制的，这都拆了没用。老板说以后如果想恢复原来的电路再找我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